好，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访问时间哈，又跟大家见面了哈。我们谈中国、美国和中美关系的最重要的话题哈。好，我是方伟，下面请高杰接龙。好，那谢谢大家又见面了。过了美国的国庆之后呢，我们今天又有许多的话题。马斯克成立了美国党，真的成立了这回啊，这个不是光是纸面上的。结果呢，包括川普，大家都在回应。那你怎么看呢？今天的马斯克，《华尔街日报》都受不了了，直接呢就在讲他的特斯拉在中国可能也都走到困境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咱们要好好的聊一聊。石山老师呢也有他自己的看法。嗨，好。大家好，大家好。那个先跟大家说一个啊 ，Good morning China。然后你说我的看法是跟马斯克有关吗？你觉得都行啊，老师，大家都爱听你讲故事嘛。对，这个确实是他这个可能不像我们大家想的这么简单的是负气啊，它背后还是有很多一系列的一些原因的，所以我们待会儿可以谈一下。我们还谈那个话题嘛，就是这个稍微有点晚，但是很值得谈。就是国内的那个叫做什么破窗事件，1373号列车啊，破窗，整个车子都这车厢闷在那里哈，都热坏了。一个小伙子把这个车窗砸了，然后自己再被警察带走。对，大家就噤若寒蝉。对，这个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它引起了网上大量热烈的讨论。因为它有好几个层面，除了这个该不该砸窗的问题啊，还有该不该铁路要不要抓他的问题，还有这个车上的旅客啊，就受了帮助的旅客的表现。当然从这个问题就引申到现在中国有一点这个感觉，就是像这个大家所有人的被困在一个牢笼里面啊，已经快闷得不行了，谁出来砸这个窗户呢？我们普通的这个中国人就像乘客一样，我们该做些什么呢？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讨论一下。对，不断的在升华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还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文化衫。2025年，也许在中国发生几个值得纪念的事件的话，这将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这样的一句话。那1987年里根有一个叫做推倒那座墙，对不对？那么这次呢叫做打破那个窗。一会儿呢咱们再好好聊。好，那我们就直入正题了，对不对？我们先讲第一个，还是马斯克的问题嘛。对，马斯克他是昨天不对，前天都去宣布，真的要成立美国党了。对，他说要拿到，他说他的目的呢不是选总统啊，起码不是第一要务。明年的10月份的中期选举，他要瞄准要拿到2到3个参议员的席位和8到10个众议员的席位。他认为他这样就可以叫做什么来着？叫做起到关键少数的作用啊。那么影响到美国的叫做立法进程的一个方向，一个倾向性。当然了，我觉得来回来去看他的宗旨到底是什么哈？其实说了好多哈。他其实在他的推特中就说了那么一句话，就是说防止让美国让美国破产的贪污浪费的行为。就这么一句话，但是呢，他细节上确实有说了不少，因为别人帮他总结，因为马斯克也很好玩的，他自己没有说我想一个晚上想个纲领，对，张三李四说了他就点头，哎，对，一定是这样子的。那说了什么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叫做有个人帮他写哈，减少债务，花钱负责任，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实现军事现代化，知识科技加速在人工智能领域取胜。全面减少监管，尤其在能源领域，支持言论自由，鼓励生育。马斯克很在乎生育哈，其他方面推行中间派的政策，再加上他又加多2个，一个是说他支持拥枪权，第2宪法修正案的拥枪权，再一个就是支持加密货币要对这个叫做纸币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事儿。对，我想大家就帮他凑呗。凑出来差不多，这就是他党纲了吧？怎么样？两位觉得他党纲如何？这也挺好啊，大家这个众志成城，群策群力，像那种的，你也说不准，说不定就凑出一个什么一个伟大的政党来。你说他要成立这个政党哈，开始就是做民调，对不对？民调他结果既然大家同意，我就成立。对。然后呢，昨天他不说我要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开第1届党代会，他说。他问大家，我应该在哪里跟在什么时候开党代会？这马斯克这样玩政治也是一时之选啊，这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所以他这件事情呢，大家就很搞笑哈。他真的是认真的啊，他真的是认真的。然后呢，你做的这个事儿呢，又感觉怎么像开玩笑一样。所以呢，各种猜测，比如我看到最乐观的就是他在跟川普2个人在做双簧。
有一天呢，是我看到有一天呢，他可能和川普呢合流之后呢，这两党又合到一起去了，这是一种看法。这个要讲深一点哈，他这个故事，因为马斯克跟川普就是肩并肩啊，父子一样的那么弄的话呢，他的车被人家攻击，他整个的车在左派卖不出去了。于是呢，某一天两个人吃完饭之后就在那想说，我怎么能让这个特斯拉能够顺利发展？咱们先表面上拆伙吧。我骂你两句，反正无关痛痒，你也骂我两句，骂回两句，我们就这个保持距离。从此呢，就没有人去砸我的车，这个烧我的车行，拆我的充电桩了。我赶快把这个汽车做起来，火箭做起来，这个登火星这个叫做飞船做起来，等等等等，云，将来的某一天，咱们再来合流，这是完整故事，对不对？但是呢，有几个相信的？对呀，我们来问大家相不相信？如果说第一波的话，大家可能还觉得，他俩是不是有点上双簧？这来了这一波之后，而且川普已经正式回应了。川普用他的这个 X 上面直接就是推了好长的一段话，他直接讲出来了，说我一直在反对这个强制购买电动车。他说伊隆一直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完了，然后呢，你又推荐了一个人要做 NASA， 这个人查了 NASA 局长 ，NASA 署长。然后呢，这个人本身背后呢就是纯粹的民主党，从来就没给共和党捐过钱，而且你们的利益太深了。我为了美国国家安全，我不能这么干。把这两件事情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这件事情呢，大家就在看原来过去的猜测、风闻又都是真的。所以上次方伟你做节目，你记不记得？马斯克被打了一拳头，然后他自己说他儿子打的，对，结果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是跟 Basant 真的是 Basant 给他打的，真的吗？对，是的，你有消息来源吗？对，然后现在这个消息呢，现在大家就在说，原来真的是 Basant 打的，因为呢，他俩已经隔空交火了，马斯克呢就。那个贝森特说大不了再给你一拳，就说这个意思。而马斯克呢，直接就说你根本就不懂数学。他这两个人的这种隔空交火呢，让大家确定了说的那一次就是他们发生了非常直接的肢体冲突，根本就不是儿子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的话，其实大家已经看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贝森特正式回应，你好好做，你那都是千亿计的这种大的公司企业董事，你不能搞政治。那这个部分你搞不懂政治。我稍微表达一些疑问呢，除非我看到他的 source， 两个人有没有肢体冲突？有。我为什么知道哈？因为贝森特没有承认。这个马斯克也没有承认，就是那个记者盯着那个莱维特啊，那个白宫发言人说他们俩有没有动手，莱维特就闪啊躲呀，如果没有的话，张嘴就说没有就完了，对不对？对，所以莱维特躲来闪去就一定有肢体冲突。他好像还说什么，你知道那些 boys 就是，关键就是说肢体冲突是打到胸上的还是打到眼角？如果打到眼角，那真的是很好玩，你知道不？就很好玩，这个就。对啊，大家都觉得是小马斯克打他老爸嘛，对不对？如果是贝森特打的话，那可真是冲突的真是蛮厉害的，冲突非常厉害。就之前所传出来的很多的消息说，川普的内阁里边呢已经开始不和啦，各种冲突很厉害啦，马斯克他们紧张了。然后后来大家维持的还是蛮好的，但是到今天为止，他成立一个第三党就已经不是闹着玩的了。那今天呢，对于他承认第三党，大家都在分析，他真的能够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吗？对，我觉得又能又不能。我说这个结论呢，我昨天晚上就花了1个半小时，我就用那个 Grok 啊，我就用马斯克的 Grok 搜了一下这件事能不能做成。我说做成什么意思哈？马斯克想去影响美国的立法进程，不是吗？对，他需要2到3票的参议员，8到10票的众议员，因为立法一轮轮走，对不对？他才可以这个倾斜。那么呢，基本上川普跟他说的话说的是千真万确。我昨天晚上川普写的啊。他研究之前，我研究出来一模一样的结论，因为就是两党政治嘛。其实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嘛，对不对？我们结论是一样的，就是单一选票，单一出现，不论是众议员的选区啊，80万人选一个，还是参议员选区，这个一个州选2个，还是选举人团，总统也是那么一个地方基本上选一个哈，就这么一个情况，就叫做这是叫什么单一席选区？不管多少人参加竞选，每一个选区只选一个人出来。对，所以我觉得结论非常简单，赢者通吃，对吧？对，就是咱们这样哈，咱们用一个合理的这个叫做推断，马斯克认为他可以吸引到一定的群众，对不对？这肯定是没错哈。我们也相信他可以吸引到一定的群众，因为他在 X 上发民调的时候，居然是2个里边就有1个都支持他组第三党嘛，所以呢，他就很高兴的应民意要求。对，但是2个1个不能这么去看，因为他有
2.3亿人的那个叫做什么来着粉丝，对。然后呢，这里头大概是多少呢？也许1/10是美国人，然后从中再有多少人去，就是投票总数很重要。对，你算一下，它最后比例很少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关键，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马斯克认为他拿到多少2%的选票到20%都有可能啊。你拿到20%你也赢不了啊，因为在这种单一选区的单一选票的基础上，你必须赢民主党，你必须赢共和党，你也做老大，你不是能够分票就行了。对，所以呢，用我的看法很简单呐，因为所有的人都不想让自己这张选票这个叫做作废，所以那个新田昨天做了个节目讲得很有道理哈。你做民调，你愿不愿意看到第三党出现？你知道曾经有一个民调哈，是47%的老百姓愿意，结果这些人最后投票多少人投到第三党，你知道吗？2%。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一旦投到第三党，我就意味着我的选票可能浪费掉。对。他就只是想想而已，他并不做，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他这个叫做单一选票制嘛，对不对？就是基本上大家不浪费的话，就要把这个票投到领先的那一两个党那里去，对，要么这个党不同意就是另外一个党，如果说都不满意的话，他就选哪个让他恶心少一点，对不对？从来不会去想说第三、第四，哇，你正刚跟我很 match 啊，跟我很合拍啊，我要去投你第三、第三党，想都不要想，谁让我恶心少一点，我就投那个票，这是最糟的情形，对不对？也不去考虑第三党。所以这次马斯克他出了一个观点，你正好你们再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他就说，国会现在你看，就像美国似的摇摆州啊，那几个州决定了美国最后总统的大选。那么我在国会就那几票，你不就那几票吗？你个大法案不就通过了吗？好，我就劫持那几票就够了。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种方式根本就达不到呢？这个就像我们以前这个，就像刚刚方伟其实说得很清楚，这个单议席单票制的这种就是选区啊，所有人投票的时候都会变得特别理性。你不管你平时怎么说啊，就像早期最开始川普出来选的时候，有这个有曾经我刚好在香港有一个中国的一个人物吧啊，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觉得谁会选赢？我真的没有想到川普会。那个时候川普刚刚通过共和党的这个初选，你讲的2016年吗？对，16年，对，刚刚通过初选。我说这个很可能是希拉里，但我低估了美国民众对民主党，尤其对克林顿他们家族的这个厌恶啊。但是我真的觉得希拉里会赢。我说这个，你看他的民调什么各种各样的都很高，对吧？但是真正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另外的问题。就是说，你想这个人能不能当总统？他能不能改善？他会怎么样？所以我当时觉得，很可能是这个希拉里。可能你民调是这样说啊，我会这样说，但是我真投票的时候，可能就想另外的事情。当然，这个事实证明我是错的，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再是错的。我还是坚持这种看法。当你真正你要是落实你自己这个权利的时候，人通常会变得比较理智。我会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谁最有利、最现实，对整个现实的情况最有利啊。况且，但是我觉得方伟说那个特别有道理。他现在这个粉丝啊，我不知道这个伊尔马斯克有没有用他的这个 AI 去 run 一遍他的这个粉丝到底是谁给他投票。说实话，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他的粉丝都不在美国，都在别的国家，那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对不对？尤其是中国的粉丝啊，那肯定是这很希望。所以你有没有 run 一遍这个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当然他有他自己的冲动了，但是这个单议席单票制的这种选区啊，也是竞争起来会非常激烈。对，那个高姐，我觉得回答你那个问题哈，所谓的摇摆州，对不对？7个摇摆州什么意思？就是平盘不是吗？你4成我4成，你3成我3成5，对齐了。结果一个跑出来想战胜他们2个。他们俩这叫做叫什么角逐非常激烈的双方，可能把票已经分完了。对，他要赢过他们2个啊，他要等于是怎么讲呢？就是把2个全部压倒冲出来，这是另外一个 game。所以呢，摇摆州对他可不摇摆，就说明人家双方都非常强大。你没有任何把握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呢，我的预见是这样哈，马斯克参院呢，我觉得几乎是没有任何胜算的。选举人票也没有任何胜算。对，那么。
众议院呢，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胜算，顶多拿到1席半席，这1席2席哈。我认为1席都非常非常的绝对的具有突破性。在过去60年，改革党、自由意志党 （Libertarian） 还有那个什么来着，绿党，60年1票都没有拿到。就是是很难达到的，就是川普说的，他说我们的系统好像不是为你设计的，对，就这么个情况哈。所以呢，马斯克就算他席卷到20%的选民在他身上，就像当初的1992年的 Ross Perot 一样，Ross Perot 1票也没有拿到，对。但是呢，我觉得你说他有没有影响力？他有影响力，对，他会把局搅了。就是本来该共和党赢的，这个共和党可能会输掉，因为你看呢，我刚才念了刚才这些东西哈，其实除了一点技术之外，全都是共和党的党纲，没错。所以他呢，在他的 Brook 啊，就是他自己有这个 XAI， 你去问说的这个建党的利弊啊，他自己都在讲。他说，在历史的经验上来讲，一般呢成立的第三党容易伤害和他意见相同的这样的一个政党，起到分票的作用。所以呢，这次呢，马斯克我看到有很多过去呢都非常高兴他能够跟川普同行的这样的人都在警告他说：“你知道吗，一龙，你不能这样做。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会造成民主党去就夺了更多的选票，你会造成马上他们就会对川普进行弹劾。所以呢，马斯克呢表面上他说，他说我这次呢我不去选总统，我只征求国会。但是你做的这件事情的具体的这些结果，他可能直接伤害的就是川普。对，而能不能成功，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可能都不太能成功。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 CNN 也在做民调，说的整个呢现在真正在 CNN 的这个铺里边去调的话，只有4%。啊，只有4%选民的这个池子里头说会支持他这个第三党，说你这好像是在沙漠里面卖沙子一样啊，不成立啊！这是 CNN 哦。对，按理说 CNN 如果是有那么一点的缝隙哈，能够反对川普，他们应该是举掌相庆。但你现在发现了吗？媒体都很静静的看他，也并没有跟上去。相反，他们自己一做民调的话，并不太支持这个马斯克。CNN 的情况还是特别，因为比他们比较忠实的这个观众啊，估计是比较左倾的嘛，对吧？啊，他都得出这么个结论，而且呢，还支持马斯克的只有4%，你就能看到了。那你要到福克斯的话，那就更不支持了，肯定的。所以呢，福克斯说不定反过来，福克斯如果做民调，说不定支持的会多一些，因为他的这个整个党纲啊是偏向于共和党的，比较偏向右派的，所以在福克斯那边他可能支持率会高。那左派那边，比如说CNN 也好，纽约时报也好，本来这一批人就是非常左，只要你们这个像刚刚方伟说的这些党纲啊政策出来，他就是反对的，他不管你是民主党共和党还是什么美国党是吧？他就不喜欢反对这个情况，所以他那边可能会人数。支持的人数会少，反而右派的可能会支持的多一些。所以呢，马斯克他这么一搞的话，今天我最后收盘我没看呢，今天盘中一开盘，这个特斯拉股票就哐往下跌。上个礼拜呢跌了5%，又涨回来5%，结果呢，今天我们看到又跌了8%。所以呢，我现在看到网上一些就是原来是支持川普的，因为马斯克这种义举啊，那得罪了民主党人，造成了他的。特斯拉的商店被烧被砸呀，等等这些事情，那很多的共和党人或者是很欣赏马斯克这样做的人都进来买了特斯拉的股票。那今天他们都在讲，他说我已经开始卖掉了。他说他们也要卖了，就是已经是因为马斯克被伤害进来买股票的人都开始卖了。那他的理由呢，就是当我看到他的工厂被砸、门店被烧、马斯克被围攻的时候，我无法袖手旁观。出于对他的理解和支持，我2次买入特斯拉的股票。好，那这个人其实在 X 上还挺有名的，叫张小敏，是个电影人哦。然后呢，他就在讲，他说，但如今马斯克的言行愈发让人难以琢磨，令人困惑。我说不清楚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隐约感觉他似乎受到某种无形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既不属于商业，也不属于科技，更像是一种操控，或者是个人的迷失。我看不懂，也不想再盲目的陪跑。不用往高深里解释，很简单，无论政治或者市场，都不是幼儿园的大班，没时间玩情绪。对，这非常的理性啊。然后呢，他就在讲，无论人们对川普持何种立场，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在他们俩的关系如胶似漆的时间里，马斯克
并没有能够左右川普的对美国的治理的政治啊，没有左右川普的政策。那么大家到底是应该感到庆幸还是遗憾呢？那另外呢，他说我要发出一个灵魂的拷问。他说你老马，你是因为爱美国、拯救美国去力挺川普呢，还是为了利益交换来做一场政治秀呢？前者和后者不仅区别巨大，产生的后果也决然不同。这句话问出来很狠呢，对吧？那我们当时都看着马斯克跳进去的时候，哇，这美国一个是最有权力的，一个是最富的，这科技上最聪明的人哈，都支持了川普。那现在你变成了不支持你的政策了，然后呢不任命你们的人了，那你到底马斯克，你到底因为什么嘛？所以呢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很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灵魂的拷问，你怎么看？对，这个我看到的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古希腊里面有这个说法，我一下想不起来，就是弑父情节，就是儿子跟父亲的这种关系啊，小时候这种搞得要杀老爸。对，当然这个是古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神的儿子最后怎么样就把他父亲给杀死了，但他成了心理学里面的一个现象或者一个名词来谈这个事情，就是说父亲特别强的时候，特别强大的时候，在孩子的小时候会给他施加太大的压力，结果导致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对这种成年男性的，尤其权威型的这种成年男性，他有一种天然的就是要反抗。他的性格里面有一种，我既要讨好这个父亲，但是我要反抗这个父亲。你看这马斯克这个就是非常有点类似这种情况，但这种人据说啊，这种人通常都是极度聪明的人。有这种情况的人啊，都是极度聪明的人，可能伊隆马斯克可能真的是有一点接近这种情况。对，马斯克的爸爸叫 Arrow 马斯克哈，小时候呢就是对他非常严厉，对，然后又对他呢又怎么说呢，又严厉呢又经常忽悠他，所以他对父亲的这个印象非常非常糟糕，甚至我做马斯克的那个自传嘛，对不对？我第一集叫做《痛苦的童年》，什么意思？他老爸哪来的？他到现在他是不认他老爸的，你知道吧？对，完全断绝关系，因为他很看不上他老爸如何。结果呢，他的前妻第一个老婆跟第二个老婆就跟这个叫做给他写传记的这个叫做什么作者说，他说马斯克经常跟我说他老爸如何不好，但他描绘他老爸的时候的那种症状哈，那种行为，就是马斯克身上自己的。他其实就是继承了他老爸那一部分过来，对，就这么个情形。所以你刚才说的，确实我觉得确实有道理，有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哈。对，因为马斯克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我们都知道啊，上天不会怎么讲呢？就是说就不会造一个完美的人，此长彼就短。对，他在情商方面确实是很有缺陷。他第一个公司叫 Zip2， 跟他的董事会干起来。因为他年轻嘛哈，那时候风投进来之后不让他当这个叫做总裁。然后让他当那个 COO 哈 ，CTO 跟 COO，他第一个 Zip2 跟他的那个叫做总裁干起来，他第二个公司叫 PayPal 跟他的总裁干起来，Tesla 又是跟他干起来，他每个地方都跟人家干起来，对，他最后怎么能让事情叫做什么来着得到平静下来呢？就是他是绝对的老板，才可以。所以呢，这就是这个问题哈。如果说他可能才是个独裁者，在某个意义上真是这样。对，真的，他在管理公司绝对是个独裁者。你让他给川普当副官啊，当助手，他当不久的。对，这就是马斯克的一个特点哈。而且马斯克也50多了是吧？对，50多了，所以他已经形成了他的这样的一个个性，再自己不去反思很难。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就在说，马斯克在中国也走入了困境，很长的一篇报道。我们知道马斯克在中国的这个布局，对他特斯拉在困境当中，其实中国是帮了他一把。让在和川普进行这种联手的时候，马斯克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就引起了外界巨大的质疑。没错。那现在呢，今天这个华尔街这篇长篇的报道当中呢，我觉得讲到了他现在特斯拉，就马斯克本人在中国大陆呢，他为什么说有困境？一个数字你就能看到，在过去的这个季度当中，马斯克的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量是大幅度的下跌，市场占有率也是大幅下降。没错，以前呢，在整个的电动车的市场当中，马斯克要占11%啊，11个百分比，现在呢掉到了只占4%，而同比呢，中国的电动车市场呢已经增
增加了28%。你像增加的这个幅度当中，它自己在这里边它自己只剩下4%，而呢，像这个我们上次讲的这个比亚迪呀等等，增长对增长占了29%，对它占的比例29%，而且人家增长的比例也非常的大。那你的电动车销售就不够好吗？那为什么呢？它这里边报道的非常的详细，就是中国的人的电动车很有意思，他现在玩的已经不仅仅是当时我宠上你国外的，现在比亚迪啊，中国的电动车没有发动机的那种要求，他把那个车的里边的内装修啊，玩的简直太花了，包括小米，对所有的中国的电动车，那电动车跟个这个休旅车一样，里边有冰箱，甚至有厕所，有淋浴都能给你搞，还有淋浴，那个车里边还有那个各种 app，所有中国的什么电视、爱奇艺这些东西全部在里边有 app，玩的太有意思了。马斯克，美国车没有人搞这个东西，对，很朴素。对中国呢，一做就给你卷到底。美国人做生意他一步一步的。你说咱们那个苹果啊，今年给你多功能，明年给你多功能，他不给你一下卷到死。中国不，他一下给你卷到死了。那特斯拉这边呢，他们的这种 sales 啊，就在跟总部反馈说我们要增加，要符合创新，要符合中国的市场，不理他。最后是百般要求之下，他才增加了一个 app。就是符合中国大陆人的这个 app，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以前他们的零售这个 dealer 在卖特斯拉的话呢，一天是指标啊 KPI 4台特斯拉，现在呢以前一周吧，一周卖一天，现在一天只能卖1台，还是他们的目标，你就知道他们现在呢在特斯拉当 sales 都非常的难，那么这是一块啊，那就是说他现在呢在中国这部分也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冲击，对，而这部分呢是特斯拉在中国的产量是整个仅次于美国，它的第2大的包括它要出口的第2大市场，对它第2大的这个市场的占有率，所以你马斯克特斯拉变成这个样子的话，它现在指的什么呢 ？FSD 啊，就是那个自动驾驶，全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也出问题了。本来呢，他们这个数据呢，就说中国说因为安全的问题，说给他不跟川普做得很好的时候呢，政府给他谈了，可能要允许他了。然后呢，又说呢，本来说禁止你特斯拉进入所有的国家的什么高速公路、敏感地区、国企都不允许进了，现在都允许进了，也允许你特斯拉在中国做了，本来说都要能成了，现在都不允许了，谈判破裂。对。这部分方伟也知道的嘛，对不对？他谈判就是因为一些什么数字、数据啊，我觉得都是借口，就是不给他执照。你的自动驾驶上不了中国。主要是自动驾驶执照，因为特斯拉的，你刚刚说那个在里面装各种这个玩意儿哈，这个在中国叫酷炫啊，这个不够酷不够炫，这种东西呢，对于德国人、对于美国人，甚至也包括对于日本人来讲，认为那个都是枝叶。那个不是根本，所以我们要做好一辆车，根本很简单。第一要够安全，第二我的发动机要够效率要够好啊，这性能这个要好，然后我跑起来非常顺畅，这个是一个车啊，这个是传统汽车的一个就是最传统的一个概念，但中国人做车不一样，他这个。不太讲究这个其他的东西，安全性啊，然后这个整个车的这个功能啊、性能啊，这个都在其次，因为确实大部分人买车啊，尤其是外行买车，就是看够不够酷，够不够炫。就像方伟上次说的啊，一个女孩去买的，说给你说了一大堆数字，她说我要粉色的，对，这个够酷，够炫。所以这个东西，你知道特斯拉，它唯一可以跟这个中国起来的这些电动车争的东西，争得最厉害的，当然除了它的安全性能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自动驾驶。它的自动驾驶确实是超过别人的这个技术的啊，这个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它在中国被卡住了，它这个事情啊，恐怕它在中国的市场就很难再往下走了。对，这个呢也被解读呢，其实。马斯克跟川普之间关系破裂之后呢，他在中国政府的那边的分量也就降低了。你现在跟川普都已经闹掰了，本来还指着你啊，能够是一张手里的牌。那之前的中国政府都明确的表态说，我们不会呢因为川普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来把特斯拉作为一张报复的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承诺啊！能不能做到咱不说，但是呢，这是一个。这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他讲到哈，他除了它的自动驾驶在中国谈判破裂，它的销售量下跌，然后呢，
马斯克还有一个他的这个机器人呢，他的机器人呢，人形机器人，对，是下一步大家为什么他的现在的这种本益比超出股票这么多？大家还去看它，根本不指着你马斯克你电动车卖多少，因为呢，市场上或者投资人或者是这种特斯拉的粉儿吧，他就认为特斯拉这是一个真正的实现了收益的，能够兑现的，能够使用的，在生活当中已经有市场的，那你就是这个自动驾驶还有你的机器人儿。对。所以呢，对他这个投资呢，就对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自动驾驶。那其中这个机器人呢，现在这篇报道当中也讲到，现在呢，它的所有的这些重要的一些零部件，发电机啊，就那个电机，它的一些膝盖啊等等的一些零件，对，为了降低成本，都是在中国进行加工的。那好了，你在中国进行加工，那这个东西，你就是个零件嘛，马上就成为了中国的这些机器人的一个参照。对，那么现在呢，马斯克自己也非常的担忧，说我很担心呢，在机器人的这个排行榜当中，从第2名到第10名全是中国的企业。没错，一定是的。除了他自己的那个之外，所以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文章当中呢，就在讲到啊，他说，马斯克呢现在在中国呢已经陷入这样一个困境，那么他的这个电动车呀。他的这种对电动车这个梦呢，却发现和别的企业一样，当你帮助了中国企业之后呢，反过来又会被中国的企业会超过去。这又是呢一个对他来讲，这是否意识到你又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下场？实际上，电动车本身就已经有这个效果，因为马斯克在去上海设厂之前，中国的整个电动车的市场呢是等待，还就差这么一点关键的东西。等到马斯克进去以后，他把一些很小的这个关键的一些小的部分全都带进去了，包括整个供应链全带进去以后，中国的电动车一下子就开始爆发。那个是跟马斯克这个情况是非常像的。对呀。现在看来，第2个产业，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产业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对呀。况且马斯克那时候很这个自信啊，说我所有东西都不要专利，就大家一起干啊，可以把这个市场培育起来，如何如何。当然他的想法是好的，就是说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里面，他可能可以做这个，对他来讲，对一个领先的企业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在一种就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市场里面，这个对它损害很大。其实，大量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或者其他国家企业在中国遇到的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同样的情况非常非常普遍。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 Elon Musk 在这个地方不成熟？因为有大量的例子在前面，企业的例子在前面，他最后投进去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对吧？你知道伊隆马斯克的那个企业你刚刚说2个方面，其实是3个方面：人形机器人、全自动驾驶，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electricity 的这个 storage，就是那个储电器，那个也是对马斯克来讲是他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啊。现在在美国，这个东西是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对很多非常需要电力的这些公司来讲，它有很大的话，它需要它那个概念就是你发电厂，因为你用电量是有高峰和低谷所以那个发电厂呢就必须这个没人用的时候，它就要把机组关掉。有人用的时候它又不够，是吧？所以它那个储电器的意思就是一个巨型的电池没人用的时候我继续发电，就把它这个存起来了charge 这个叫什么充电充好了，等到这个高峰的时候呢，那个充电又可以继续用。这个呢，对于整个电力系统也确实算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技术。但所有的这个储电设备，可能很多里面的一些关键的一些原料、关键的一些东西，可能都跟中国有关。现在他们也是在跟中国做这个事情，你知道，所以最近呢，就有人提出来说，为什么马斯克对这个大而美这个大美丽法案这么生气？其中就有跟这个事情是相关的，因为他在这个大美丽法案里面，他有非常详细的，因为他这个大美丽法案，它不仅仅是一个
美国内政的法案，它是一套东西，从它的税收，从它的这个能源政策，从基础的一些设施啊，包括它的这个企业产业未来的方向，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它怎么样控制和外面的竞争。所以很多上次咱们也讲了，说中国政府对这个很生气啊，要就是拼命批判它，因为其中有一个条款就是怎么样控制在美国的外国企业，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目标是谁啊？肯定就是中共，跟中国有关系，所有的相关的这个国家的企业。还有这个，它这个相关国家企业啊，不光是你独资的，你合资的也算。你在董事会里面，你可以派董事进去的，你的股份有这么多，它都算。在这种公司，在美国是不能有免税的，不能有免税，不能有各种产业优惠，不能够你像你过来投资，不是有这个减税免税什么，这个有几年如何都不会提供的。除了这个相关国家控制的公司以外，还有一类是相关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公司影响的企业。影响对这个公司有影响的企业，所以它那个定义其实说起来很详细，但其实是很模糊的。它包括什么？你这个公司跟这些美国比较关注的这个相关国家的公司，或者跟这个国家里面有技术合作的，有产品合作的，有这个什么关键的零配件合作的等等，它都算你有影响的公司。所以它这个最后就由财政部来认定了，我说你这个公司跟这个受那个国家影响，因为如果你受它影响，那么你的行为可能就要受它左右。你行为受到它左右，你在美国的这个产业布局里面，你拿到好处的时候，变成你也对美国的整个产业布局也会有影响。所以它其实就是整个脱钩啊，一刀切的这样的事情。它就会什么呢？除了不能给你有税收，不能有政府补贴的这个研发，还有大量的政府的合约。你比如说国防部，你比如说这个其他的能源部啊等等，他们的这个合约，所以你按照那个框框，他画的那个框框，你去看的时候，你发现美国没有哪一个公司比这个特斯拉更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有这个嫌疑啊。对他，所以你说那个对 Elon Musk 来讲，你说他没理性，他是情绪上来或者怎么样，但是你看看他现实的情况，他确实他也没有办法撤退啊，因为他的最大的工厂他摆在上海了，他的很多电池技术要跟中国有这种合作了。他有很多这种事情啊，他都摆脱不了，他没有办法撤，所以他就恼羞成怒有一点，所以很多人就是今天美国国防部停下了那个 SpaceX 的合同哦，今天这件事情也是个蛮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马斯克他得听听我下面要说的这段话啊。我也讲这个故事嘛，你讲中共的他的那个怎么讲呢？他的这个计谋啊，有多么的规模有多大，对，计算有多深哈。马斯克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电动车在全球的叫做份额是12%，一年就造24万辆，他其实不咋地那个时候，他钱也不够，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不是去了上海嘛，然后这就基本上就是上海市政府的代表中共了，送他一个上海工厂，就是送16亿美元的叫做无息或者这个低息贷款给他，工厂86英亩哈，86公顷的这个土地给他，然后9个月就建成，对，让他非常 impressive。上海工厂出产的车子让马斯克在2年之内变成世界首富，对，这就是他来的，对不对？对。然后呢，当然了，甚至包括疫情的时候，别人都封，他们那继续开工。是。然后呢，这样的话呢，然后马斯克再说他做开源啊，然后呢，我想哈，在上海工厂，你知道。中共要派什么这个密西根大学的这个间谍那个间谍到美国偷东西，对不对？上海工厂，中共要拿他的秘书，咱们是不是可以说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对不对？达成的 deal， 就算你独资又如何？对，什么都拿得出来。马斯克何况还说他是开源？对。那么从那到现在呢，这几年下来哈，中共把马斯克喂成了全球首富，接着呢，把马斯克的技术全部都偷走。
然后呢再开始收拾它。怎么收拾？非常非常简单，对不对？你在人家的手腕里头，要收拾你不容易吗？来个政策说政府不可以买这个，政府单位不能买这个特斯拉，政府哪些地方不能靠近，就马上影响大众的这个购买欲，不能上高速公路，对，马上影响。然后再来个你的 FM， 确实自动驾驶哈，马斯克不开源，是他的这个杀器啊，是他赚钱的杀器，不给你执照。不让你上路，你就没戏了。本来呢，马斯克是想利用中国的大量的数据，中国政府对数据是随便用，不像在美国对数据还是有法律控制的，对吧？他不敢肆意妄为，他还是有所节制。但是如果你要在中国拿这个数据训练的话，对他的这种自动驾驶的软件，它会 update 或者是完善的会更加的快。结果呢，我们看到呢，现在呢，中国政府呢不允许。他本来说的把这个数据给你放开一个门啊，但是什么都不行。现在你在中国本地也不可以，不给你开源使用这个数据。所以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套养杀，对不对？对，把你牵进来，等于是引龙入潭，对，然后搅动池子，让大家这个中国的鱼都变成自己都变成龙，然后再把你屠龙，再把你杀掉。对，现在就是这个情形嘛。没错。其实当年这个上海工厂开工的时候，我的很多观众朋友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就说将来会怎么样？这一定会发生。对呀，只是大家没想到，大家没想到这几年时间，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就已经完成了。就摩托罗拉怎么把这个在中国覆灭的哈？对，等于是最后养出个华为，苹果也是一样，养出华为这样的这个竞争企业。最后你就进去，把你的全部贡献完了，把你干掉，把你杀掉。对，所以前 GM 高层也是汽车顾问，叫做 Michael Dunn， 他呢在这个《华尔街日报》对他采访的时候，他就直接讲了，他说马斯克应该明白，许多在中国的全球企业都有期限，因为以防的中国越做越难的情况之下呢，虽然马斯克现在已经开始往印度进行布局了，但是呢，他一句话他就说，马斯克呀，在中国的生意大概已经到了夕阳时分，光芒不再了，因为他就讲得很清楚，美国的企业世界的其他的企业早就有这样的例子了。那在中国，你短期内把你喂饱喂大让你赚到钱，但是呢，接下来因为本地养肥了，本地会连偷带拿的，本地的企业开始起来了，把你东西拿过来了，然后政府呢在偏向于国企或者是本地的这种品牌，最终呢，所有的这些企业最后还是要被你赶出去中国，甚至是回头再把你吃掉。这已经对加拿大的企业、对美国的企业已经太多了。欧洲企业都是一样，包括很多汽车的行业都是这样的，都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我们看马斯克他能不能玩政治呢？这个其实让我们很怀疑，因为你连一个这个大概10年后，这个已经明摆有这么多例子放在这儿，这样的情况你都判断不出来的话，那你对美国的政治你怎么去判断呢？对呀，也就是说，刚才您讲到的这个大漂亮这个法案里边的，它有各种对国家安全涉及的其他外国政府有影响的，你的资金比例、你的零件的比例等等等等，它其实针对的就是中国。没错。那么川普，马斯克，你知不知道川普的第1届扭转了对华的政策？MAGA 包括呢共和党认定，包括民主党也认定，中共呢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敌人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这个政策该不该制定，还是说针对你马斯克量身打造？你知不知道川普去承诺去竞选总统的时候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他的一个根本？但难道你都不知道？现在你全部周翻了，要成立第3党了，你吵来吵去的。其实你这个时间延得越长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对马斯克非常的不利。他这个是跟一个创业也好啊，做所有的事情也好，你的这个核心这个灵魂人物啊，他有一个。你能忍受多大的痛苦很重要啊！在当初，就像刚刚方伟讲的，他在去中国设厂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痛苦的瓶颈期，他要寻找一个突破。这个痛苦你要衡量，你有短痛。我们假设马斯克是个很聪明的人，他有 AI 帮他早知道中共是怎么样，他在那个时候他是考虑什么？我不管那么多，我先把这个瓶颈突破了，然后我忍受不了当下的这个痛苦，我先找一个临时的这个舒适区，先把它做了再说。如果我觉得他就是这样想的，我不认为他是想别的。包括现在美国的这个大美丽法案也是对马斯克来讲，或者对于他的这个
这个脑袋的 pattern 来讲，它就是有一个痛苦，有一块区域它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或者是那个痛苦的承受度到那儿就爆了。对，所以他就是为了躲避这个痛苦，这个就选择一个另外的一个区域，所以他成立这个美国党，跟他去中国设这个汽车公司就设这个厂啊，这个整个在心理上在情绪上的这个 pattern 是一致的。那他当时他站出来去反对了，抛弃了他原来的民主党，他一直支持民主党。那也是因为他有儿子的这种刺激。是的，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什么也不管了，站出来加上川普的这种，他是先买了 X， 对吧？他受不了了，然后呢他又去支持川普了，都和你这个讲的很相似。他到了一定的某一种事情刺激到他一定程度，他承受不了的时候，他非常极端，他就要反击回去。对。对，这个呢你知道我们这个金庸武侠小说里面就会写，或者武侠小说里面，这个就是快意恩仇啊，是不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管你那么多，管他明天天塌了，我先把现在刀拔出来，先干了再说。他有一点这种感觉，是吧？当然，这种人呢，你这个在江湖上行走会出问题，你搞政治那是问题绝对会很大，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这是大概可以考虑到这个角度。我确实觉得马斯克开6个公司啊都可以开成，我觉得这是可行的，因为它的性质相同，都是高科技，都是他非常热衷的东西。对。政治完全是另外一个领域啊，没错，真的，这有句话说，一个叫做一个企业是一个企业啊，2个企业是0个企业，对不对？你那么分神，他做多少集已经显示出来了，没错，顾此而失彼。他现在还这样大规模的要跨领域来做这个事情，而政治讲的是调和顶鼐，对不对？对，就是摆平四方，说服大家，是一种精神领袖。对，可是马斯克他其实是一个，我就是老板，你不要跟我说别的，听我就好了。这样谁会跟着他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要跟我意见不一致，咱们就干。对，就这样的，他没有调和，没有妥协，没有一个中间的一个空间，它是没有的。但这个呢，就像我们上次说了，对于一个理工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是吧？你做一个汽车，我这个地方差一点，那个地方差一点，不行，我一定要把它做到 perfect。对吧？但是你其他的就不行，你做政治，包括你有时候经营企业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在治国的这个理念上，就刚才那位网友他在问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到位。就是你到底是支持川普的治国的理念，你还是为了一个利益，你还是为了快意恩仇？这对一个国家太重要了。川普的这几大理念，对内他的这种减税和他的这种非法移民的政策，包括呢，他要去把这个美国什么所有的美国建国的根本，他就要把它掰回来。对外，他对伊朗、对中共，他态度是非常明确，他要把所有的力量去对付中共。他难道不知道吗？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在川普在这个外交上，他已经很明确的，而且他不像过去的美国，他已经非常清楚的，我怎么去跟这些流氓国家去 deal， 我不跟你扯这个。所以呢，现在呢，川普现在你看他今天又做了几件非常大的事情。今天是7月7号，在从上个周五到上周这个美国国庆，美国的股票一直在创出历史新高，不断的在创出新高。那么这个新高能不能持续？最关键的就是本周，为什么？那就是7月9号。7月9号，它的关税就要到了最后的期限了，延长了90天之后，其他的国家还没有谈下来 deal 呢。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市场都在看这一周之内，川普宣布了这个关税政策之后，它到底会不会对这个市场产生像4月2号之后那个巨大的震动？那么，川普如果跟别的国家的这个关税呢，能够谈出一个 deal 来，或者是大家能够接受它的这种强硬的话，那也许呢，市场能够保持这样一个上涨，否则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震动啊，整个的钱都在看着川普在怎么去做。今天川普真的兑现了，我觉得川普这个人，你越看不像大家市场分析的说，我只是一个谈判的手段，他是有原则的，他是有自己想法的，他在80年代、70年代，他年轻的时候所坚持的理念，他现在在实施。那你看他今天中午的时候，他就宣布对大概是25个国家啊，就是直接写信。他上周就在讲，他说我们会给那些不跟我们达成 deal 的、达成贸易协定的国家呢，简简单单送去一封信。所以今天呢，对所有国家，包括日本、韩国，25%的关税直接打出去了。我现在而且告诉你，不许报复。你要报复的话，我们就再给你加更多的关税。这就是今天川普所
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信，他没有拖延，他也没有再去模棱两可，他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再去延期，但他确实又有一个延期，这个延期是在这个25%关税之后再延1个月啊，那你还是要谈，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美股的市场呢是跌的，但跌的幅度不大，可是特斯拉跌了超过8%，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这个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马斯克，他现在是里外不讨好的。对，你川普已经把大美丽法案已经通过了，内政已经搞定了之后，他马上回过头来就来搞外交这个关税的这个政策，所以这些呢，川普是有步骤的在实现他的主政的这样的一个川普主义啊，我们未来可能会叫做川普主义，在一步一步的去做。那你马斯克做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画了很多的问号，所以他比较混乱。马斯克在整个这个方面是相当的混乱，所以今天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其实你们怎么看？对，我看他就是要再继续施加压力，一点一点的让这个痛苦指数慢慢升高，然后还是要逼对方就范，逼对方。我看到那个《金融时报》好像发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个世界未来是3足鼎立，当然他这3足呢，不是美国、中国、俄罗斯，而是美国、中俄集团和欧洲集团，美国集团，这3个大集团。那这个集团里面到时候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他的那个名单我一看是，他把它都列出来了，每个都30-40个国家啊，如何，但那个名单未必是准确的，但是它的大致的划分有一点像。现在就是说，把这个冷战之后的这个结构啊，就把它变成了美国独大以后，在美国再划分成3个大的集团，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有可能会出现，但是未必是我们想象那个3个像《三国演义》这种的相互出兵、相互欺骗，这个可能是另外一个状态。但是现在啊，美国最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你要在这个3个集团形成的时候，尽量的拉更多的盟友。我相信现在是川普要做这个事情，因为那个3个集团，你是目前情况看，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恐怕是无法避免。可是我认为在短期内其实是2个集团。为什么这么说哈？现在看起来我同意啊，现在看起来是3个集团，可是我认为很快会发展到2个集团。我先说关税这件事情啊，42关税出来之后，我个人认为哈，我觉得川普是有成算的。虽然华尔街也不相信他，可是我认为他就是有成算。为什么？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说，我在早上节目中我也说过了哈。第一个理由就是美国每年就是承受1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对，我没有必要一直吃亏，对不对？所以它是有道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美国的实力就是美国国内市场的购买力，对不对？说白了就是我这边东西很好卖，我这边顾客都很高品质，你进来卖东西可以收个摆摊费。关税就是摆摊费，摆摊费是我作为主人，我决定要收和不要收，以及收多少，是我完全可以自主决定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谁也说不出什么来，特别是美国的盟友，正常的国家他是说不出什么来的。我就是有摆摊费好吗？对。结果你说我在那边我也是个摆摊费，那美国一个方法就是基本上不理你。那川普当然也没那么简单哈，你来我就再升高你的摆摊费，你升看看。所以呢，这2个事情都是站得住脚的，不是没有道理的。相反，我就一直觉得中共关税跟美国打关税战就是精神病嘛，对不对？你占我那么多，我占你那么多便宜，你不让我占了，我要跟你拼命啊，哪有这个道理，对不对？那最后吓到人家就跟你脱钩呗。没错。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其实川普只是说造成一个我们谈判的一个空间，一段时间，你要不 take 的话，那我就自己决定了。他这个说话，我觉得不是虚的，不是虚的，真的可以自己定了。他这个就是他说的那个对等，你怎么对我，对我怎么对你。然后我说哈，我觉得往下呢，这个中欧。大家知道1975年对不对？叫做5月6号哈，就是欧洲经济共同体跟中共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今年是所谓的50周年，半个世纪，还搞什么庆祝？现在全黄了哈。本来要是这个在北京举行峰会，本来2天，变成1天。然后呢，双方在电动汽车、铁路工业、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轮机全部都出现贸易冲突，互相制裁哈，不是欧洲制裁这个中共这边，那么最新的这边就制裁那边的酒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哈，最新就今天的消息对不对？医疗器械双方互相制裁，所以呢，特别是在俄乌战争这个打起来之后哈，打到激烈的时候，我觉得欧洲没办法，只能往美国怀里靠。对，我觉得我只看到这一条路，他就往美国怀里靠，所以就变成说。
欧中对欧美，不，俄中对欧美，那怎么玩？我觉得是不对等的一个比例。对。所以呢，这样搞下去的话，我觉得对中共对俄国一点都不好。尤其是我们上次讲的王毅说那番话以后，这个情况会加剧。这个欧和这个中俄集团呢，这个中间的这个问题会加剧，这个很明显的。好，欧洲人他跟王毅怎么说？他说：“你们曾经很有钱，现在连这个叫做什么来着？地方政府的官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还要出钱来顶俄罗斯？你们在干嘛？人家说的是实话呀，对啊，是不是？不是，就网上有一个啊，是王毅还是谁？就是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说，我们中国是这个负责任的，我们说到做到，我们对全世界的这个各种援助，各种什么52万亿，人民币，当然他说的是人民币，52万亿。那这个话给中国老百姓听了，这难受啊，气死啊！你能不能这个？你想中国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谈。最气的肯定就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从这个49年开始交高额的税收，一直交到90年代还是2000几年停止农业税之后，基本上是一个农民的40%的收入。不是净利润哦，不是利润哦，收入基本上是要交上去的。中国的整个工业化，整个后来经济发展，这所有的工业布局靠的就是这种压榨。所以到现在，这个养老金、退休金，你看这个农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说，那很多中国人说他们没交税，我们交税了，这全是扯的。你仔细看一看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工农业的剪刀差，这个农业税、人头税是怎么样发生的，在中国什么样的情况？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年龄啊，我认识大批的我这个年龄的上大学的人告诉我，初中以前从来没吃饱过饭。就是等到他上高中，就是包产到户以后，就是这个承包制以后才开始吃饱饭。广东人哦，广东还属于富裕地区呢。珠江三角洲号称插一根擀面杖进去都会长的这个地方啊。他说我们一年只有4个月的米饭可以吃，剩下全部都是吃地瓜。到现在看到烤地瓜，我们觉得很好吃啊，又甜又香的。看到烤地瓜就恶心。就是这样一批人，伤了。对，就是他们这一批人啊，你要知道，就这一批人，这一批可是为中国整个后来经济发展是真的是肩挑背扛，把这个中国顶起来的这一批人，现在是，但他们现在也是最惨的一批人。是。对，关键是呢，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付出这么多，或者这么压榨，对不对？没错，不听我们这样的节目的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对，所以这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么一个这个信息封锁带来的问题，是吧？然后呢，你中国在干啥呢？这不开了那个砖头会议、金砖会议嘛？然后砖头会议，我们按13的说法，砖头会议、砖头集团、砖头联盟，这回可能真的变砖头了。今天那个白宫的发言人 Levitt 就在讲嘛，他就不叫金砖，他就那个砖头会议。那川普又说了，你所有的跟金砖、你们的这个砖头会议有关系的，我都给你们加10%的关税。所以今天的川普是一连串发出了这个关税的这些威胁也好，他的政策也好，总而言之，14个国家哈，刚才讲的对等关税都已经寄出去了，其中这个10%呢，让这个现在由中共国发起的这个砖头会议呢，也是砖头集团。对，这脸上无光啊！所以他这个砖头会议，你觉得还能不能持续下去了呢？真的是金砖变砖头了哟。对，所以别人习主席还是有先见之明的。我这个峰会去了多没面子，我不去，是吧？我这形成冲突，我要在家，我要是一个过生日或者是干什么。所以加了这个10%的话，那大家就不敢再去跟他们在。卿卿我我勾勾搭搭的了，能达到这个效果吗？这个要看后面怎么定。我估计大家现在心里非常紧张，但是凭着一点就是美国过去是老大哥，说实话，2战以后啊，从来都是很慷慨的一个国家，对吧？是我们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我们以后说不定哪个阶段我们实在不行了，我们去说软话，我们可以靠过去，美国人也无所谓，又把你接纳进来了。所以现在先试一下，先给美国人施加点压力，看看有没有别的好处可以捞。很多国家是这样想的。对，我觉得我今天上午看到川普的刚才你说的这个推文之后啊，我当时想，哇，川普一句话能不能拆了砖头联盟啊？我现在觉得拆不了，但是
因为他不会嘛，不会到那一步，他们往下只要规规矩矩的。不去搞什么新的货币啊，新的国际货币，那川普就算了，对不对？因为你这个重磅打下来会打到谁啊？会打到印度啊，对不对？会打到阿联酋啊，包括越南啊，越南不是最新也加入了。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这个砖头联盟就变成一个碌碌无为的一个叫做松散帮派，也干不了啥事儿。我觉得就这么个结果。等着这个，他们也在赌哈，等着美国换政府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这个重燃过去的友谊。所以呢，现在其实我跟你讲啊，像砖头想要形成力量，它要有一个东西，它是不能避免，它一定要有的。这个东西就是水泥。就是你砖头，你要不然你就是一堆石头，别人一脚就给你踹倒了嘛，对不对？你必须有这个粘合剂，这粘合剂是什么？粘合剂就是利益。这里面的老大就是中共，对不对？你能不能把你的利益让给别人呢？这个是很重要的。美国之所以能形成美国集团，就是美国让了很多国内的各种各样的利益，我给你投资，我让市场，然后我帮你这个安全，我派军队去，你有什么问题，甚至你有什么这个国际冲突，我也派军队去挡着啊，如何，它有一套的这种把利益转移给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美国才能成这个老大，他的这个集团才能团结，是吧？如果你看砖头国家，它的利益在哪儿？它的共同利益在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同样的东西？就像中共说，我们把52万亿全部都发出去，那个当然我们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可能性是不大的。我觉得基金它是用钱去维系的，对，但是他不可能一直花下去，对他自己也没钱。他花钱的模式是什么呢？花钱的模式是我今天给你，我明天可以不给你，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开放市场，形成一个机制的话，就是说它是我只要按这个做，我这个利益就能到我这儿来，就像美国对亚太国家开放市场一样的，你做东西你就来卖啊，反正合法，你就做就行了，你也可以发展起来，如何。它是有这样一个机制，这个东西，这个利益就是所有这个国家能够粘合在一起的这个水泥中间可以联系的。所以中国这个市场，你有对别的国家开放吗？你有对别的国家可以去像在美国的这样的情况去到中国去，我也可以建个公司，我去偷你的技术，你也睁眼闭眼吗？我恐怕是做不到。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啊那些国家，包括德国，包括对日本，我觉得美国在道义上，它确实是让人家也敬佩它。那个时候，我觉得美国也去反思过，为什么会有2次大战？他们做了国际审判法庭，他们知道呢那种赔偿那种。无限制的割地啊，这些它会积压民族的仇恨。所以呢，他把纳粹的政策呢拿出来，去一条一条的进行审判。同时呢，他去帮助这个国家重新 set up 起来，就是为了不要去把这个仇恨埋到那个民族的根子里。所以在德国这边，我们看到美国做的，包括2战之后做的很多的事情，包括对欧洲他所做的事情。今天美国川普他堂堂正正的去喊出这句话，其实私底下大家知道你美国说的是那么回事儿。但是呢，你回过头来你看中国。他做的一带一路也好，他去拿钱买也好，他这里边缺乏这种东西。你看他做的很多的这一带一路，中国人太聪明了。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人民都不讲究，过去说你不爱其亲爱他人者，这叫背德。我觉得老祖宗这话说的太对了。你对你自己人民，你对你自己的人都不好，你能对别人好，你这里边一定有利益。那他的一带一路基本上就是新殖民嘛，新殖民的经济，我给你贷款，我得让我的工地的人进去干活，所以我给了你，最后钱还得我赚。那你这么走下来一路，几乎他那一带一路已经走不下去了嘛。那你现在呢？你中国再去搞什么钱，大家都知道，你算计来算计去，你给我什么都是你赢2次。所以现在非洲啊、巴铁呀、巴基斯坦这边对中国的资金这些东西都抵触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回过头来，你现在想他的这种花钱大撒币，他不仅是没有那种体系，他这个水泥，他自己的道义上，他的基点，他的出发点，没有一个是为他的，他全部是为自己的。这个看人类历史是非常有意思的，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有扶植救助的这个恩义在里面啊。如果这个国家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它可以影响大概3代人左右，3代人也就是大概不到100年，60-70年这样的。
这影响这个做，然后之后如果你没有新的恩义的话，这个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忘了一代人就忘了啊，就是一代人嘛。你现在去问，可能现在的人活得长，你去问欧洲的很老的90岁的人，他们可能还记得哦，美国是对我们有恩义啊。年轻人谁管你啊，对不对？你这根本就不理你这么多了。但是这个恩义是有能量的，它是可以延续的，它是要你不停的这个大家有这种关系啊，这种相互之间的包容啊，这种关系往下走。但是这种恩义是会越来越淡的啊。如果不好的国家，那个恩义啊，就只有5到10年，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因为我给你这个恩，其实我是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算计的，这种东西呢，就很快就瓦解了。你看中共是有恩义的哦，对旁边北朝鲜，越南，还有欧洲，还有阿尔巴尼亚，这全部都是例子，就是10年时间。所以你就知道它是这个小人的恩义，而不是君子的恩义，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你看人类的历史啊，经常有这样。你包括那个我们说的这个，这个伊朗以前那个大君主叫什么？我们谈到的那个那个哈梅内伊啊，不是伊朗这个对犹太人有非常然后那个对，巴克莱不是，我怎么印象王朝嘛，对，我一下子什么想不起来。他那个恩义造成的，你看犹太人上千年了，还对他感激，那个就厉害了，那个真是那个才是帝国是霸主的这种风度才出来。那你也是摊上了这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人家也确实记住的一段时间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回过头来再说，咱们今天引起这么长一段话的这个马斯克的这个阻挡，你有没有看到中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你现在回头看，当时呢不让马斯克到五角大楼接触情报，当你要么你会当时很多人会觉得川普很过分啊，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所有的这一切，你马斯克到底了解多少啊？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么一分析的下来的话，马斯克在整个的国际政治上面真的是太缺乏成熟度了。所以我看到有一个这个加拿大的叫做什么也很有名的这么一个富豪了，他呢就在讲，他说一龙不要这样做，我愿意给你们拉架，他说你一定要跟川普站在一起，你们是真正要为美国好。这是一个加拿大的这么的一个亿万富翁啊，他也是个亿万富翁，他说我愿意来给你们做和解人。现在有内部消息哦，我没有内部消息，网上传的内部消息。我以为你跑去跟人开会去了。他方伟去过，我还没去过。那就说呢，可能是。很可能近期马斯克跟川普呢会在川普的高尔夫球场那边会面啊，或者现在很多人不愿意看到这个事情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谈的比较长，但是呢这件事情涉及到马斯克，涉及到川普对外政策，涉及到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那马斯克未来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刚才分析完了之后，我倒有一个畅想，如果中共对马斯克也做出这种无情无义的话，一下子又触动到了马斯克的那个痛点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场戏呢就更有看头了，是不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马斯克这个人物啊，在中共的这个国安委里面一定是有专门立项的，专门研究他。你看他的妈妈也在那里，没错，给你忽悠他们花了很大的价钱要去做这个人的，但这个人。他只能在科技方面，还是在金钱方面，在政治方面要想有所影响的话，这个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要打一个大大的。那问问我们的观众朋友吧，你们支持马斯克的这个美国党吗？这个第三党啊，支持吗？支持打一个1，不支持打一个2，好不好？那这个戏呢还在往前走，我们通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这种理工男也好啊，这个性格缺陷也好，什么。各种病症也好，那么政治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好，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边呢，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蛮有意思的，是不是？好，怎么样？我们讲。对，我们往前走，要不然这个话题没法了，完不了了。说到这个呢，我就要说，我还想说中国哈，你说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这个体制说是做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刚才前面我给大家讲过，就是最近的这个话题，这个破窗效应。我们先把我们的导播呀去做的那个文化衫呢，给大家去看一下哈。在这儿呢去看一看，这就是这2天在中国呢一直持续发酵的哈。
就这样的。那这个呢，就是在7月2号发生的这么一个事件。这个小伙子在车上热的实在是。这个火车对不对？在广州段的。它是这样，它是 K1373号列车，它是属于这个快车。普快，又不是那种绿皮的慢车，但它又不是高铁，又不是那种高速的铁路的，它是这种所谓普快，它是从上海发车到怀化的。OK， 1373和1374是反过来的嘛？1373，结果他的车走到金华，浙江金华境内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操作失误啊，就是可能铁道上搬道的那个错误，跟另外一个车呢发生了一个很小的擦碰。但是擦碰以后你就要停下来了，你就马上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他就停在可能这个旁边的道这儿，结果呢，整个就是我估计啊。铁道上的电就断了，但是它火车里面它有它自己的电池，所以照明啊一些基本的还维持，但是冷气就是空调就停下来了，最耗电的，对，耗电，所以这个在里面的车厢里面的所有的乘客是会很惨，因为那个普快的车是完全封闭的。车门是封闭的，车窗也打不开，所有的都是封闭的。你要知道，金华、浙江。我查了它的金华的天气，这2天是27度是最低温度，最高温度是37到38度。7月2号那天更高。对，就是这样的温度，所以它这个当然你看它是大概是傍晚啊，8点15，8点多开始8点27左右，对。然后到了8点、9点、10点，到了10点钟的时候。外面的温度可能还有31、2度，但是你知道那个车厢里面那就是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这大家要求你开门，火车上坚决不开门，说这个开门太危险，你们万一出去怎么办啊？这个就是出人命，就坚决不开门。那窗户也开不开，那怎么办？就是里面的人完全就是。有的人在里面说车厢里面温度达到45度，当然我们不知道是谁怎么个量的温度啊。有的说最低的时候是31度，高的时候已经达到了38度，大家在车厢里整整闷了3个小时。31度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因为你可以看它那个天气图，在外面。在通风的地方是31度，这个你的车厢里面还有那么多人几百个人就是在里面，每个人都是37、8度的温度在往外散，对，而且不能散热。这个情况，那真的是40多度，是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视频，像那个列车员，整个他的那个衣服全湿透，全部是湿透的。很多这个男性啊，就已经光膀子了啊。然后最后是怎么交涉都不行，最后这个有一个小伙子用车厢里面那个紧急破窗的这个金属安全锤，把窗户给砸开，砸开。当然后来是因为什么是？铁路公安、铁路警察就来了，就把这个小伙子给抓走了。这个事件呢，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巨大的一个讨论，一个像网络的一个叫什么海啸一样的。对，他这个呢，官方他是7月2号晚上，一共是3个小时，从8点27到11点27，大概是这么个时间段。然后呢，之后呢，7月5号，因为这个事情一下就发酵起来了，那大家刚开始讨论就该不该砸窗。但我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要不要砸窗？然后在这个铁路局呢就发了一个通告，这个通告包括中国整个社交媒体当中，大家就讨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通告就在讲，他说呢，当时的条件没有达到了要求呢，列车员呢等等去开车门啊，没有达到紧急疏散和紧急开车门的这样一个条件啊，这是这个铁路局的这个通告。而中国大陆的媒体说什么呢？当时为什么在7月5号之前这件事情一下就把这个舆论给顶起来了？中国的媒体是这样讲的，他说拨开情绪的外衣，这不是值得欢呼的义举。然后呢，他说，而是对公共安全底线的一次粗暴的踩踏。他就说，这个敲窗户这个年轻人
打窗户这个年轻人，因为很多人呢认为他是个英雄人物，但是官方呢是一面倒的批判他，基本上那个文章好像是中国网发出来的，中国网是政府的一个网，拨开了情绪的外衣，把你扔到那个40度的车厢里、38度车厢里闷3个小时。当时呢，已经有多人在中暑，其中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太太是在一个女的被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在她面前给拖走的。老人车厢里边180号人，老人孩子都有，都已经非常的不舒服。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破不破窗？你当时的列车员呢，大家也都是很难受，也给大家发水了，可是你呼吸已经困难了。那这个小伙子当时砸开了之后，那个窗洞，大家就一下就感觉到这空气呢，就是就觉得很舒服了，空气开始流通了。这个时候大家才开始平复下来，直到呢他们修好之后，这车再往前走。中国网友很坏。人很坏，就是很有意思。他们搜出了一个中国运生猪的这个国家标准，高于25度要采取措施。OK， 运生猪就是说你这个活猪你在运的时候，低于9度和高于25度，这个运输单位必须采取措施，如何。所以现在很多就是说咱们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起码是叫猪狗不如什么猪狗不如，那个禽兽不如。所以这个你的标准是怎么样的，是没有人知道。实际上这个铁路部门呢，它是有自己的相关的规定的，就是说它是应该由列车长和列车员和乘客看情况，你是可以采取紧急措施的，你开车门也好，或者砸开窗户也好，等等但是对于这个列车长或者是那个我觉得他可能挺舒服的，说不定他那儿有空调，不知道。反正你们这个死不了人嘛，热能热死吗？是吧？就是中暑，那个躺一会儿，泼点水，一会儿就活过来了。他可能觉得这个问题不大，我要开了窗，开了门，万一你出了什么事儿，这个可能责任，责任就更大了，对不对？所以我宁愿把你们死关在一个地方。反正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呢，这个铁路局的回应说没有达到破窗的这个程度。那么这些网友们就乘客就在讲，天哪！他说，如果35度、38度的这种高温还没有达到破窗的程度的话，那我也无语了大家就觉得我也无语了。你想话，猪都可以25度以上都要去紧急去通风了。但你中国人，而这里边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让大家非常痛恨的地方，甚至那种人就在骂中国人，他说这些中国人简直像畜生一样，让这些畜生又活回来喘气儿了。因为呢，这个小伙子穿黑衣服的小伙子在砸开车窗的时候呢，大家都很支持，都能缓过来。但是他被公安带走的时候，全车人谁也不吱声，就让这个小伙子被带走了。现在网上传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印证传的说。这个公安来的时候，还有乘客说是他干的，是他砸的，是他砸的是他如何？这个就警察就把他抓走了，但大家也不说话，大家反正那个什么，这就是之所以这个事件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太像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李文亮。对不对？你比如说彭载舟，你看李文亮当时他跟这个小伙子一样都是他就发了一个东西，就说这个有传染病，他也是被公安局抓回去以后是批评教育了一番，对不对？就批评教育了，然后就把他放了嘛，是吧？这个小伙子现在也是把他放了，也是抓去了批评教育了，把他放了，对吧？但是这个后果当然是我们这个不一样，但是它的性质很接近。当有人把这个大闷罐给砸开了一个洞，大家都受益的时候，我们别的人有没有为这个帮助了我们的这个人去发声去呼吁，去帮助他，是吧？这有没有这样的？还是我们说我们这个民族就习惯于什么？就是别人就是有一个出头鸟帮我们做这个。帮助我们做点什么，然后就你该怎么着吧，这不关我事儿了，后面的事。对，我觉得在这个当局眼里这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
要再把它叫做扩大化的话，不是扩大化，看它的本质，这就是政府它要保持对老百姓的控制。对，在政府眼里，这些老百姓真的就对他来说就是他的奴隶，不能让他们造反，所以确实比猪要管得严一些。对，没错，因为猪不会夺他的权利啊。你说的这个很对。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让他砸破个窗子？砸破窗子，180个人可以活过来，可以呼吸到空气。对共产党来说，居然破坏我给你们设的一个秩序，对不对？或者是一个牢笼。对，我要让你砸这个窗子，以后怎么办？别人还会砸别的窗子。所以这就是共产党的逻辑，他的逻辑就是我所打造的秩序，不管你死掉都得遵守，我才能安全。我觉得本质上就是这么回事，对不对？然后呢，他这种叫做什么气势，确实传递到每一个了解共产党厉害的这个乘客中，没错。所以谁也不敢替这个人说这个话。而我认为这个人肯定是个年轻人。第一，我们也知道他是个年轻人；第二，大概没有尝过共产党的厉害，没有尝过无产阶级专政的对，所以他才能表现出人性的基本的一个反应。我热死了，跟我打窗子怎么比啊？我当然打窗子，应该打窗子了，这是一个正常社会的逻辑。可是共产党社会它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你打破这个窗子，对他来说是权威的挑战。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哈。对，你这个权威的挑战，共产党一直它在所有的这个体制性的设计啊，它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出现。你不管你说的对也好，错也好，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想对这个体制进行挑战。是这个东西是比所有的真正的原因要重要的多的。所以中国的所有的东西都看你的意图是什么，是吧？你做的这个是对还是不对，这个东西不重要，你意图是什么？对，但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哈，确实这个小伙子他打破了之后，就像李玟那样一样，对不对？被抓去训诫，然后呢，包括彭载舟现在生死未卜哈。对，所以像彭载舟这个更重要，因为他一个人出来，他那个真的是厉害。这位彭先生啊，真的是他就等于是以死犯险，用自己的命来打破这个窗户。但是他做了以后，就2个月，不到2个月，对吧？中国就白纸运动，整个清零政策就结束了。就是他就把整个这个窗户给彻底给打破了。但是这个敲窗户的这个人到现在生死未卜，谁也不知道他下落怎么。彭载舟，我看到今天晚上的消息说，好像就在这2天，北京这边给他判刑是9年。这已经都是2年、3年了吧？对，2-3年了，又给他判刑9年，这是我看到的最新的消息。对。OK， 所以在类似的情形下哈。到底中国人该怎么办，对不对？到底首先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是这么个中国人，我们的观众哈，其中是一个，你砸不砸这个窗子？你能不能去砸这个窗子？砸完之后怎么办？在这个当局的强权之下怎么办？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即使没有胆砸窗户，起码有胆在警察过来抓人的时候，你发一句声音抗议一下，或者把嘴捂上，喊2声，喊2嗓子也是应该的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不知道是好，你没有这个勇气啊，去跟警察说什么。你起码有勇气在远处喊2嗓子，因为你没有勇气喊2嗓子，你选择了沉默，这个也好啊。你起码不要过去再协助作恶，助纣为虐，这就是他干的，是吧？你是得了好处的，你说就是他干的，这种事情真的是中国人这个轮回啊。我记得巴金在最后。巴金这个大家知道，巴金是上海左翼文联的这个头面人物啊，为共产党夺取天下，欺骗这个所有的知识分子，立下了汗马功劳。共产党建国以后，他也包括批判胡风了。批判这个其他的这些人了，包括右派什么，他都做了很多事。但文革的时候，他自己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冲击啊，很惨。最后他有一句话很有名，他说：“即使我不敢说真话，我起码可以沉默，我可以不讲假话，我不要去行恶。”这个是一个最低要求，他认为这是对文明人的最低要求。可是我们看的不是这样，我就跟大家呼吁了，大家这个要传播这样的一个思维。为什么有时候很伤心呢？我记得10多年前，中国的互联网是出不来的，全给你封死，对不对？
所有的翻墙软件都是法轮功学院做的。我们会看到有人用翻墙软件翻出来骂法轮功学院的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说你这个东西你不能批评，不是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这里面的这个关系啊，你是这个中间是一个怎么回事？所以有时候会对中国人觉得挺绝望的啊，我觉得挺悲哀的。挺悲观的吧。2025年的7月2号，包括今天是7月7号，所以我们今天给出了一个文化衫。如果说彭载舟他还是一个有政治理念，对吧？我们不要封城，对吧？我要自由，我不要独裁。他有一些政治的口号，但是他毕竟是在那个时候用一个国家的政策，他站出来发声来反抗。但是今天的这个小伙子。一车人呐，180号人，在一个将近40度的车厢里边闷3个小时，他该不该砸开这个窗？这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180人存活生命，简直就是太有意思了。这是一个问题，中共的反应是一个问题，车厢里的人的反应。又是一个缩影，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去用这个文化衫来记住这个历史的时刻。这个文化衫可能就是一幅画哈，请我们的导播再放一下，就是这个小伙子拿这么样一个安全锤去打碎这个玻璃，就这件事情，这就是一个故事，你可以讲给你的孩子，你可以讲给你周围的朋友，你可以讲给你周围的那些外国人，我们都应该把这个 T 恤衫去送给马斯克。这就是目前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一个文化衫，就我们总在给大家讲一些这样的文化衫，其实这是一个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国家的缩影，是不是这样？是一个无声的呐喊，真的是穿在身上就是无声的呐喊，对吧？你那个小伙子救了大家，但是他被带走，还有人去告诉，然后呢，却没有人去为他呐喊。我们在海外在不断的再去喊，但话说回来了，其实。确实是中共呢对这种集体反抗，它可能镇压的措施更加的厉害，更加的严酷。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仍然有这样的人呢去站出来。所以刚才呢有一个叫做刘鹏的说，人呐自救的权利都没有了，也在想呢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可是呢，往往在中国就是让他冻毙于风雪。不仅是彭载舟，包括白纸运动当中的几个年轻的女孩子，现在音讯全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们到底在哪里？他们在监狱里会遭受什么？我们怎么样去为这些年轻人去问一问？没有人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对于还有是非、还有善恶分明的这些国人，或特别是那些年轻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可行性的比较，否则你站出来一个给抓一个，人家就会说你们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反正你们在美国，对不对？我们在里边多难呢？有什么建议？有什么可行的方法？我还是回到巴金的那句话，我们最低限度可以不协助作恶，这个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心里面要对善和恶有基本的认知啊，就从常识出发，不要他给你绕了很多圈以后，你就觉得哦，这是民族大义，这个是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的，那个东西很骗人的。你从你的常识出发，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每个人他对人性有基本的判断，对这个世界啊有个基本的判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最基本的出发。我们不一定要求大家做什么，我们可以首先不做什么。对，因为这种专制体制往下走，它的结果一定是你没有沉默的权利。最后是当你没办法，你只好跟着他喊口号的时候，你喊得不够大声，你可能就是反革命。这个事情不是我胡说八道啊，在北韩就是这样啊，在北朝鲜就是这样啊，大家一起喊口号，你这个人喊得不积极啊，你可能就是个反革命啊，你就可能有问题啊，你就被抓起来。所以这个你不要跟着这个，不要推波助澜往这边走。如果我们足够多的人维持我们基本的沉默的这个权利，维持我们基本的尊严，这个作恶啊，它其实是做不下去的。所以共产党很重要，就是笔杆子，他忽悠大家跟他一起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升华了，叫做打破这扇窗，我们都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我们那个文化衫可以买吗？可以。
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买啊，对现在就可以到网上订这个文化衫。我是喜欢那个黑色的，黑色吧，我们来评一下好不好？怎么样？就给大家你可以问问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最喜欢是哪一款？对来看看。我们导播再推一下这个文化衫，看一下对，大家可以直接去购买。这是一个故事哈，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让我们来记住呢。2025年7月2号，这个小伙子的遭遇和当时呢中国政府和周围人的那一车厢的中国人的反应，和我们在这个时刻呢，我们在做了什么？其实这个事情呢，大家想起了里根的那句话，1987年6月12号，里根当时在德国，在柏林墙那个边，他的团队都不让他说这句话，没错，然后呢，他喊出来了，说的推倒这座墙，对，这个呢成了一个里根象征性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口号。那么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座墙吧，对吧？对，推倒这座墙和今天打破这扇窗，是不是有一种很相似的这样一个效应哈？那到底怎么去看哈？这样的一种呼应，打破这扇窗，这是为什么这2天从7月2号开始，今天到7月7号了，不断的在网上发酵，不断的在升华这个事件，中国人心里是明白的。对，其实我想啊，就是大概10多年前，我都还有点印象，在浙江也发生过一次铁路的事故，是从杭州到温州还是上海到温州的一个火车，结果翻车了，几个车厢掉下去了。对，我记得，对吧？然后动车是吧？对，大家说还没有救援，还没有里面是不是还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就把它给当地就掩埋起来了。所以当时有人问国务院办公厅的那个发言人说：“你这个事情里面，你相信吗？里面就没死人，或者是里面是不是还有？”他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对吧？”我记得那个非常有名，反正我相信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判断是他用他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告诉你，我也不信。因为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必须相信，因为这是官方来的东西，对吧？我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我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我必须得相信，因为我作为这个职业，是吧？所以那个事情在中国也是这个大家都是。舆论也是闹得非常非常厉害啊！现在仿佛整个中国都像这个车厢一样，没错，都在等打碎那扇窗的那个人，因为太闷了。对，其实我想哈，咱们再去想想看，这个年轻人不去打那个窗，再往下等到最后，就所有人都会起来打扇这个窗，因为大家不会都死，不愿意都死，真的死掉，对不对？对，再往下等，真的会死掉的。对。所以呢，这就是个高压锅。方伟，我不同意你这个观点。你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不会所有人都起来的。那180个人里边都在等着那个出头的人，谁也不出头。你出了头之后，我就借光就好了。到了那个程度，也不会说大家都起来的。我不想，大家都起来，我同意，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呢，这还有个可能性啊，往下等到后来，就受不了的人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中国现在目前的这么一个高压锅。对不对？你压到最后，这个人是忍不住的第一个人，还有第2个人、第3个人、第4个人。那你是不是180人全起来？我同意，没有都敢起来的，但是有可能有20-30个人愿意起来。对，所以这是第一点哈。我觉得大家真的要保持良知，真的也要面对，怎么说呢？就面对现实，就是我们能做的事情。在这种选择之下，你要闷死嘛，还是应该去说话？这第一点哈。第2点，我觉得呢，也许我们来扮演这个角色，我们来做这个打窗户的人，好不好？就是这个节目哈，早安中国，大家给我们曝光，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海外的一个安全的条件下，对不对？我们尽量把这些事情把它曝光出来。那每一个节目下面都有一个叫做联系信箱嘛，对吧？这个方伟时间有个方伟点 bayvoice.net， 早安中国也有个早安中国的联系信箱，大家给我们投稿爆料，爆料的时候呢，录像、照片、文字越详细越好。对，我们会甄别，我们会把它曝光，好不好？否则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媒体完全丧失功能的情况下，中共就解释 everything， 所有的痛苦就会一直延续，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对，今天我们谈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我跟方伟还谈到另外一个概念，因为现在啊，这个 deep fake 太严重了。所以我们希望方伟能够开发一个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新闻爆料的模式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把原始的这个资料改不了的，把它改动，永久记录，对，永久记录的。那如果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起码可以增加大家这个信任度信任度。一旦曝光成为永久记录哈，对，谁也抹杀不了。没错，确实，我觉得我会有兴趣去研究一下。对，大胃王这位网友呢说，砸破这扇窗
推倒那堵墙，唤醒中国人。那这句话呢，也是送给我们大家。也希望呢有缘的啊，把这个呢送到马斯克的这个推特下边哈。希望呢马斯克有一天也能去看一看。我也希望呢，在这一次的在中国特斯拉的这个遭遇呢，能够让马斯克触动他的那个敏感点。如果能够触动这个敏感点的话，他的那个 Starlink 如果打开的话，那真的就对中国人来讲，那绝对是一个第2个 X 平台，那真的是一个丰功伟业，而不是现在在美国搞什么第3档。现在我们一共有601个观众投票哈，82%的人不支持马斯克呢去搞第3档哈，只有18%的朋友呢支持哈。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些事情，都是环环相连的，已经不是单独发生在中国那个地方了。发生在中国那个地方所教育出来那个政权，为他服务的人，或者被他统治的人，被他驯化的人，又在不断的蔓延世界。所以呢，人家美国反来反制。那马斯克呢，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呢很喜欢中国工人，可是呢最终他可能也要遭到铁拳。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看马斯克有没有什么时候成为被砸醒的一个人哈。对。另外我也想加一句啊，对于我们很多不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哈，我觉得我们也得真的要珍惜我们享有的自由，对不对？我们说话包括看这个节目，并没有危险哈。所以真的是我们想想看，我们能为中国，也包括为美国做些什么事情来保卫我们的自由。对，我呢，我是也有一些话想说到最后了啊，想说，因为刚刚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再怎么样，我们第一我们可以就是我不要作恶是吧？我可以沉默。第二呢，稍微能做一点的东西就吼一嗓子。所以我想吼一嗓子，因为我以前做记者的时候，我采访的几个人啊，我原来跟他们说过，如果你们出事了，我会不停的为你们呼吁，所以我今天要不停的还要继续为他呼吁。第一个就是黄琦，64天网，他在成都人，他是成都人，他已经这是第3次在中共的监狱里面做这个监狱，跟这个最后这个做监狱的这个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这个国家机密是成都市公安局要有一个文件，说是要重点要整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他，他把它发到网上，这个被鉴定为这个国家1级机密，所以他现在泄露了这个国家机密这个是黄琦。那如果有四川的朋友、成都的朋友呢，你们如果知道他的现状啊，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另外一个孙文广教授，孙文广教授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是生是死，对，因为他是在接受美国之音视频采访的当下，被公安局破门把他抓走的。所以这个是有视频，大家可以看得到。因为我以前经常采访孙文广教授，所以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啊，去呼吁这个事情。如果大家有人知道孙文广教授的下落，知道他是活着还是说已经去世了，因为他已经80多岁了。所以这个如果有人知道任何他的消息，也给我们来一个消息。我也补充两位破窗人，对不对？对，补充2个人呢，一个是高志胜律师哈，那他到现在是音讯全无，不知生死。所以呢，高志胜律师呢也是一个维权律师，那么他呢是一直在为中国的弱势群体发声，被称作中国的良心。但是他的多次遭到中共政权的迫害，你只要是律师为弱势群体辩护，中共呢就要去打压你啊。高志胜律师，还有一个呢和他同行的王全璋啊，709里边的律师团当中的一个，他现在的5岁、5、6岁的儿子没有学可上，就是因为他是律师，他要去辩护，就被关到监狱里。你说你在中国，律师就是替人家辩护的，不让讲话，那么他们都被打、被酷刑，然后呢，孩子家属都被没有学可上的，也出不来，也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如果能够看得到王全璋或者是周围的这些朋友帮一把啊，一点点的问候，对他们都是一种支持和关怀吧。对，这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哈。对，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其实我们中国还是不缺这个敲窗户的人。是，对。好的，那就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好，非常感谢文化衫的 link 已经在下面了，谢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支持。对，欢迎大家去买哈。这个买呢，一个是留下这个纪念哈，同时呢，你的这几块钱
那对于我们这个做媒体，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听到，也是至关重要哈。对，所以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么结尾之前再请大家记得哈，走新的观众朋友再订阅一下。今天好像我们观众朋友是创新高哈，所以再订阅一下哈，谢谢大家。订阅方伟时间和早安中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好 ，OK，拜拜。